柳如烟，你为何夺我的至尊骨？青兰哥哥，今天是你18岁的生辰，我要与你共饮此酒，然后今夜我把自己交给你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我风金兰的命是你的，心也是你的，生生世世绝不相负。那我们饮了这交杯酒，今夜便结为夫妻，可好？好，哈哈哈哈！饮了这杯，你我便是结发夫妻，此生此世谁也拆不散。这酒，燕儿，酒里有毒。青兰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撑住啊！我这就去找大夫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风金郎，你真当我柳如烟会看上你这么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？我要的只有你这身至尊骨罢了。燕儿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为这一身万年难遇的至尊骨，今日我便亲手取出来。成了，至尊骨是我的了。柳如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今天是我100岁的生日，也活够了。这是切，还以为是个宝贝，原来就是个破葫芦。不过正好拿来装水。好酒，也不知道这酒喝了会不会死人。不管了，好酒。是仙子。老东西，刚才那一缕灵力是你弄出来的？什么灵力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一个将死之人，怎么会有灵力？是不是你发出的一测便知？这是探玄玉，把你的手放在上面，凝气精神。这样吗？就知道你是凡胎朽木。师姐，定是你感应错了。这个破地方怎么会有灵力波动呢？啊，这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七彩冲霄，直达天庭，这是至尊体！师姐，这是万年不灭的至尊体！可惜，他的至尊骨被人挖走了，只剩下一具残躯，气血枯竭，经脉闭塞，寿元恐怕不足1年。唉，真是造化弄人，天妒英才啊！至尊体82年了，柳如烟，请仙女姐姐带我入仙门。疯了吧？你都100岁了，还妄想修仙？仙儿，这葫芦，这就是小老二用来装水的水葫芦，寻常物件罢了。还请仙居姐姐引我入仙门。老人家，说实话，你是万年难遇的至尊体，可惜至尊骨被挖走了，与仙道无缘。况且我们玄素门弟子多为女修，男弟子很少的。你的年岁太高了，寿元不会超过1年，这仙你怕是修不了了。仙子姐姐，这仙我修，请带我入仙门。有朝一日我仙门正道，定不负仙子提携之恩。好，既如此，那就随我回师门吧。我叫叶红瑜，这位是我师妹白仙儿，我们是玄素宗的弟子。玄素宗。
血枯竭，寿命10月。叶红宇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说的至尊体？宗主，弟子已经确定，他就是万年一遇的至尊体无疑。只是80年前，至尊骨被人挖走了。有这种事？果然是至尊体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何人竟如此歹毒，强抢了你的至尊骨，让你的仙缘尽断？宗主，该如何安排他？就让他入内门，去西山看守废丹房吧。多谢宗主收留。带他去吧。那废丹房平日不忙，你除了看守和打扫之外，每日也可以修炼本宗仙法。你虽是内门弟子，但待遇要按外门弟子的发放。这就是废丹房，里边的货架和地上都是这10年的废丹和药渣，你可以收拾一下，找一处住处。还有这个是你的身份玉牌和学门的长生诀上半部。你的职责除了看守此地，最主要的是定期把这些废丹扔进地火之心熔炼。提醒你一句，这些废丹有毒，长期呼吸这里的空气对你的身体百害而无一害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终于入了仙门，柳如烟，有朝一日我仙道大成，定会亲手取回我的至尊骨。这宝贝可不能让它自己飞走了，我得弄清楚它怎么一进废丹房就如此异动。风师兄，这位师兄有事？风师兄，是这样的，这是您这个月的份例，叶红玉师姐特意交代我提前给你送来，里边是1颗红色下品聚气丹和5颗黑色辟谷丹。红玉师姐让我转告你，能帮你也就这些了，希望你能好自为之。替我谢谢红鱼师姐。果然如此，灵气浓郁。神仙粮食不同凡响，这1颗能顶1周，不知这葫芦能不能存丹药？试一试不就行了吗？好喝。差点忘了葫芦里的聚气丹。7道丹纹，极品聚气丹，这葫芦莫非能自动提升丹药的品阶？这天大的秘密必须保密，要是能变小一点，藏在怀里就好了。我靠，能变化大小，再小点，变成芝麻大小，我也学孙猴子塞在耳朵里。哇，捡到宝了！玄灵，你叫玄灵狐，好名字，先回我耳朵里吧。哎。我不能放弃，给我破！终于入门了，炼气初期。我就说嘛，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有了它，老夫我一定能问鼎仙道。不知道这些废丹放进玄灵土能不能提升品阶？难道是加入的太多了？5天，只需要5天就能变成极品聚气丹。风师兄，东西放在洞口吧，多谢了。痛快！炼气境，后期巅峰。接下来大圆满之后就是筑基了，可筑基丹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
万一里面真有一颗呢？反正都是废丹，吃坏了也总比卡在炼气境一辈子强。保持稳重，平稳。柳如烟，不知道这80年过去了，你抢了我的至尊骨，又到何种境界了？已经大圆满2个多月了，还是迟迟突破不了筑基期，看来没有筑基丹还是不行啊。现在2天就能产出1颗极品聚气丹，看来以后修炼需要少用丹药了。万一被有心人察觉，身怀异宝，必死无疑。也不知道有没有隐藏修为的秘术。我现在这副病弱的样子是装出来的，修为高深的人一眼就能看穿，怎么办呢？风师兄，你这个月的月历仍旧给你放洞口了。这位师兄，请留步。不知师兄如何称呼？回风师兄，在下姓林，单名一个凡字。原来是林凡师兄，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林师兄能否帮忙？不知道风师兄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的身体行动不便，我想让师兄帮我拿着玉牌，选取2门功法。这师兄有所不知，我一个万门弟子是不允许进入藏经阁的。你拿着我玉牌，应该可以进入的。我都问好了。再说，我也不会让师兄白帮忙。这个月的聚气丹作为报酬如何？师兄，你可不要反悔，我可以帮你去取功法。不知你需要什么类型的？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寿命垂危，想要1门隐藏自身气息的功法和1门防御的功法。这个没问题，我这就赶往藏经阁，为师兄挑选合适的功法。风师兄，你要的功法取来了。很好，多谢林师兄。这2门功法我很喜欢。只要师兄喜欢就好，以后有什么跑腿的活，但凭吩咐，我一定帮你办好。那就多谢了。好玄妙的功法。你竟然炼气初期了！多谢叶师姐照顾，侥幸引气成功，也算半个修士了。果然，即使废掉的至尊体也非同凡响，只可惜至尊骨被人夺了。能在绝境中逃生，证明你还是有些仙缘的。只是仙道茫茫，炼气境不过。多谢师姐好意，此生有幸踏入仙门，老朽已经心满意足，一切顺其自然。今天来除了看看你，主要是送几颗聚气丹。师姐，这使不得。收下吧，我现在已经炼气境大圆满了，随时可以筑基。这下品聚气丹我已经用不上了。那多谢师姐了。师姐打算筑基了，不知师姐是否有筑基丹？筑基丹？怎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师父给了我一颗下品筑基丹，正是下品筑基丹，药力有限，要是上品筑基丹就好了。白色筑基丹长这样子，我布袋里有几颗废弃的筑基丹。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师姐可听说过一个叫柳如烟的修士，大概80年前入的初圣宗。还真有这么一号人，据说他有至尊骨，50年前就已经筑基大圆满了，是初圣宗的圣女。你的至尊骨不会是被他挖走的吧？你好好修炼吧。柳如烟50年前就筑基大圆满了，现在怕不是结丹期了。结丹境又如何？只要时间够，我早晚能追上柳如烟，夺回至尊骨。这就是师姐手中的筑基丹。
难道是突破结丹境需要的凝金丹？已经是炼气境大圆满了。如果现在突破，动静太大，万一被强者盯上就麻烦了。终于可以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了。风青兰，你个老不死的，还活着吗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老东西，我听说昨天叶红宇来找你了，快说，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他昨天给你的聚气丹拿出来。这位师兄说笑了，老朽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待在这里就是等死的。叶师姐不过可怜我，过来问候一下。至于你说的什么聚气丹，没有的事儿。少他妈废话，快把聚气丹交出来！我昨天亲眼见到叶红鱼给了你几颗丹药。原来是看到叶红鱼来了，他在炸我。这位师兄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，随时要死去的人，要那些聚气丸干什么用？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叶师姐昨日的确来过，给了我几颗辟谷丹。你要是需要，大可以拿去。废话真多，别听他瞎逼逼。一个该死的老废物，话这么多，给我搜！既如此，你们就搜吧，只要是喜欢的都可以拿走。操，刘师兄，这鬼地方难闻死了！抓紧搜，那些废弃的药渣也不要放过。万一这老东西把丹药藏在里边，岂不是被他浑水摸鱼？你去把床底下翻一遍，看下边有没有什么宝贝。老东西，把你的衣服脱了，我要搜身。搜身，老狗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操，你还想还手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拆了你这把老骨头，扔到悬崖喂野狼？刘师兄，你想多了，老朽身上也没什么。真他妈慢！我忍，现在动手，必死无疑。10年之内，我定叫你们灰飞烟灭。真他妈是个废物，跟这些废丹都是一路货色。老东西，你最好识趣点儿。我知道叶红鱼那婊子给了你几颗聚气丹，识相点的，3天内给我交出来。哼，若是你不识抬举，3天后你说不定突然暴毙也是有可能的。刘汉平是吧？这一巴掌一脚，老夫记下了。素营丹废丹，这可是结丹突破元婴的无价之宝。风师兄，正好碰到了李师兄，他说来你这里是为了取回聚气丹。李师兄，3天前我就说了，叶师姐没给我聚气丹，你如果非得要，我只能把这几个月的份力给你。老不死的，识相点儿，抓紧把剩下的聚气丹交出来，否则让你这把老骨头死无葬身之地。老朽这就给你。拿来吧，老东西。老东西，以后你每月的月例都交上来，否则弄死你！
风师兄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惹不起他们啊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这刘汉平是盯上我这个软柿子了，竟然要长期霸占我的阅历。我以为的隐忍，却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。我可以把他们全杀了，但怕引来宗门高层的追查，必须得找个靠山。我现在不敢轻易出击，只能拼命练金刚断体诀。可是碧血丹不够。对了，我去找叶红鱼，他是关门弟子，后台够硬。偏僻的废丹房也不安全了，一定有人暗中窥视，不能再被动挨打了。掌柜的，这些聚气丹给多少灵石？中品聚气丹，1颗50块下品灵石，你这20颗正好1000块。点下。不用，信得过你。掌柜的，你这里有没有碧血丹？有，都是下品的，20块灵石1颗，要多少？拿出来我看一看成色。每瓶10颗，共150颗。品阶很低，而且放的时间太长，灵力都要散了。实不相瞒，这是5年前收的，只有炼体修士才有。老哥要的话，18块下品灵石1颗。150颗我全都要了，说个最低价。都要了，老哥，这丹药再放2年就废了，我不坑你。当时10块下品灵石收的，你想要就1500拿走。我没开玩笑，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。13块下品灵石1颗，这里是1000块灵石，加上20颗中品聚气丹。那就太感谢了，老哥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这个储物袋送你，有2立方米，够用了。老板，碧血丹怎么卖？15块下品灵石1颗，要多少？你有多少颗？这个大瓷瓶里有120颗，都要算你便宜点。1颗中品聚气丹换3颗下品碧血丹如何？没问题。有恶意的眼光，看来是被人盯上了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吧。怎么，想要打劫吗？哟，老东西挺有自知之明啊！赶紧把储物袋拿出来，兴许能留你一个全尸。老不死的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早死早投胎。趁我发火之前，赶紧滚，否则死无全尸。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，我弄死你！金刚断体诀。不好，他是炼体修士！大哥，风纪转成！跑得了吗？真穷，加起来灵石不过100块。叶师姐，风金兰，你不好好修炼，来此何事？叶师姐，实不相瞒，老朽有一事相求。叶师姐，这里边是1颗极品筑基丹，
是家传之物，承蒙您引我入仙门，希望你能收下，以示感激。极品筑基丹，你这礼物太贵重了，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我能帮的一定会帮，这筑基丹你拿回去吧。叶师姐，前些日子刘汉平带人来我的废丹房强抢丹药，还放下狠话，把每月的月例上交。老朽年迈体弱，惹不起他们，恳请师姐帮忙，看能否解决。宗门之内，严禁抢劫殴打同门。他干的龌龊事，实在罄竹难书，我会上报师门，指挥执法堂约束刘汉平等人。至于这筑基丹，既然是你家传之物，你还是留着用吧，我受之有愧。师姐还是收下吧，实不相瞒，我还剩一颗。这极品筑基丹在我手中明珠蒙尘，还是师姐手中用处最大。只是希望师姐为我保密，否则可引来杀身之祸。那多谢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，能帮你的我都会帮。多谢叶师姐照顾，老朽告退。有了叶红雨的照拂，刘汉平他们应该不敢明目张胆找我麻烦了。果然，有势力到哪儿都行得通。趁这2个月缓冲期，我要把炼体术修到大圆满。好痛！终于炼体术圆满了，是时候找个隐秘之地突破筑基期了。果然，丹药辅助事半功倍。手中还有200多颗碧血丹，刘汉平，我们走着瞧。可是风金兰，正是，不知这位师兄有何吩咐？哼，风金兰，你入门已1年半，宗正派你前往七星矿区守护灵脉5年，即刻出发。师兄，老头子我年已过百，修为低下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能不能派其他弟子前往？老朽怕守护不灵。少废话！你即为内门弟子，想要白吃白喝，抗命不遵，你可知道后果？会被执法堂当场废去修为的。看你修行不易，只要坚守5年，必有奖励。最迟明日出发。七星矿区也好，远离宗门，我正好无需再刻意隐藏。师兄，山高路远，一路保重。大姐，老东西，把身上的储物袋交出来了吧？还可以放你一条狗命。几位道友，老朽身无分钱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放我过去？放你过去？哈哈哈！一看你就是玄素宗的内门弟子，身上肯定富得流油。少废话，交出你身上的灵石和丹药，否则现在就送你见阎王。唉，何必白白送命呢？活着不好吗？大圆满，一起上，肯定有宝物。金刚断体诀，
见鬼！这老家伙是体修，别留余力，下死手弄他！多谢几位配合测试。好困！想跑可以，把命留下。真他娘的穷啊！原来是风师兄，你可以拿着任务玉牌去那边的房间办理交接手续。多谢。你找谁？我是风金兰，奉宗门之命前来此地驻守。哼，早就听说叶师姐带回来一位至尊体的老头，原来就是你啊！你的住处就在山谷最北边的一排平房，捡没人的随便住。看你年迈体衰，就不让你下矿井了。你每天负责巡逻3次，处理点杂事。解决不了就上报，毕竟你的修为有限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跳梁小丑罢了，罢了，反正一天到晚修炼，闯不闯的无所谓。此地驻扎5年，应该足够了。卖包子喽！一街灵卖大肉包，1块下品零食3个，拿6个。知识大人折煞小人了，你能吃小人的包子，那是小人的福分，哪敢收钱？拿着，玄苏门不差你这3瓜2枣。这里的底层生态全靠3宗垄断维持，水至清则无鱼，那些烂账我懒得管。老板，这飞剑什么价格？这位道友好眼力，此剑黑赤剑，乃下品法器中的精品，给您最低价100块下品灵石。这剑我要了，只是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御剑术？有御剑诀，家传的基础口诀，一并送您了。钱货2清，你点一下。起！屋里太憋屈，施展不开。好宝贝，带我上去瞧瞧。100年了，做梦都缠着一口神仙做派。天上飞的仙人也不过如此，得赶紧想办法筑基才行了。唯有筑基，才有资格去找柳如烟夺回至尊骨。我操，搞什么鬼？这葫芦成精了！我炼气大圆满，竟看不透他，至少是个筑基中期。操，这石头难道和葫芦同源？道友，这七叶草怎么卖？100块下品灵石，拒绝还价。这七叶草还没成熟，灵力不足，有些贵了。稍等，可以给你少10块下品灵石，把它带走。我再看看，这黑煤球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随手捡的，感觉并非凡物。道友若感兴趣，买七叶草可以赠给你。也好，正好老朽可以研究一番。这是90块下品灵石，2件东西我要了。
有古怪。我操！吞噬了！难道这石头是玄灵湖的碎片？所有七星矿区玄素门弟子，火速来七星阁议事。有大事发生了。3年了，这还是头一次紧急集合。今天召集大家，是因为接到内部消息，初圣宗要对我们七星矿区不利，恐怕会暗中偷袭坊市和矿井。从现在起，打起精神，巡逻人员1天24小时全天候巡视，发现可疑人等立刻传讯。是。玄素门区域阵法全开，夜间除巡逻弟子，其余人等严禁上街，违者抓。做好战斗准备，散会。风师弟，等一下。赵师兄有何吩咐？也没什么大事。师弟你年迈体衰，我可以向主事请示，免除你夜间巡逻。只是嘛，每月需要上交50块下品灵石。不劳师兄担心了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。既如此，那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不需要。有灵力波动。散修虎殴，杀人了。明哲保身，不管。有情况，莫非他身上有那种黑石头碎片？你想把这玉牌给我，让我救你一命？丹田被废，五脏俱损，经脉尽断，回天访力。我可以帮你安葬，免得暴尸街头。作为交换，你身上的东西都归我，包括这黑玉牌。安心的去吧。果然，黑石头和黑玉牌都在胸部葫芦，这恐怕是一件残缺的至宝。副师兄，副师兄，出大事了！我们死了好多人。胡师弟，莫慌，发生了什么？是初圣宗的，他们偷袭了我们的七星阁，我们的护山大阵已经破了，主事正带着人拼命抵抗。该来的总算来了。王浩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留你小命，否则，你们这些人全部杀光，抽筋剥骨。你们初圣宗是要与我们玄素门彻底撕破脸面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有停战协议。停战协议？你们玄素门如今已经没落，还霸占这么好的矿井，守得住吗？哼！既然你们不投降，那我就杀到你们心惊胆战为止，全部杀掉，所有的战利品归你们！快组成战阵，抵御外敌！王主事，咱们的援兵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？3天之前我就已经将求援信号发出去了，可是宗门太远，来不及了。赵雷，拼了！
小看你们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，一个活口都不放过！打不过就自爆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这初圣宗有备而来，必须快速离开。你个老东西也跑过来送死！这天地灵乳终于到手了。天地灵乳，每1000年才诞生一滴的天地灵乳。欧阳锋，你个鼠胆贼子，也配觊觎我们玄素门的宝物？是他，叶红游，他只是筑基初期，怎么斗得过欧阳锋？哟呵，原来是玄素门的叶仙子，还不错，突破筑基了。你的修为正好给我用。欧阳锋，你在找死！把东西放下，滚回你们初圣宗，否则死！还是这么辣，我喜欢。看剑！你妈个疯子！砍断了老子的手臂，你就不怕一会儿老子生擒了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？放老子走，老子把东西给你。完了，凤凰三边头！我操！你个小贱人，老子干死你！百鬼夜行！束手就擒吧，今日便让你消散于魔能之中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拼了！炼气期大圆满，他身上的灵力波动，竟比我这个筑基初期还要强几分。叶师姐，好久不见。你的修为，风金狼，你一直在隐藏修为。不是隐藏，是这些年有些机缘而已。可不可以把那东西交出来？那天地灵乳是宗门至宝，希望你不要说了，你也清楚，如果没有我，不要说这天地灵母，恐怕你的清白和性命也早就没了。实不相瞒，这东西我看上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上报师门，他与我两败俱伤，被我拼死反杀。至于那天地灵乳，被他毁掉了。叶仙子，你引我入仙门，今日之事
甚是感激。这宝物对我有大用，我可以拿出一部分与你共享。如今你身受重伤，我先带你找地方养伤。也好。叶师姐，这丹药不要说话，我助你运功疗伤。多谢师弟。师姐，此地还有危险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得罪了，别动。想要活命，一切都按我说的来。进来。师姐，把丹药吃了。风师弟，你是否该给我和宗门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师姐想要什么解释？你这一身修为从何而来？还有你手里的丹药，出手便是极品。按常理，即便换作宗主，也拿不出2颗极品还魂丹。有些事情何必较真？我运气好点儿，得了些机缘，捡到一些极品丹药，这就侥幸突破了。极品捡的？你当极品丹药是田里的大白菜，随处可见。上次的筑基丹加这次的2颗还魂丹，足足3颗。师姐，这见识得长长。这些全都是极品，你怎么说？30多颗极品丹药当堂斗倒，这小子打劫了上古仙府吗？既然是你的仙缘，我不问了。只是你这随手掏极品丹药的习惯得改改，太吓人了。江湖险恶，被有心人盯上，有你受的。这次多谢救命之恩。师姐使不得，你引我入道，咱们扯平了。只是师姐，我修为暴涨这件事，以及这些极品丹药，还需要你帮我隐瞒。你就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我不会跟第三人讲的，只是你不能做出对宗门不利之事。师姐放心，这些极品聚气丹都是你的，另外我再给你5颗极品还魂丹，50颗极品碧血丹。这么多，你不会真的打劫了上古仙府吧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只是我有个条件。极品丹药你不能送人，更不能透露是我送你的。好，我明白。那你继续疗伤，我这2天为你护法。风师弟，师姐的伤势基本恢复了。你身上的天地灵乳还是要尽快服用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我为你护法。也好，我已经分出了1半给你。算了，我用不着，用了也是浪费。那有劳师姐了。这等神物，一滴一滴品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当这是凡间的烈酒不成？一口闷，你怎么不直接去死？麻烦，秉性诀。这家伙毅力倒是不差，就是脑子不知怎么长的。感觉如何？还好，身体生机恢复了。要是再有1瓶，也许我能修复受伤的本源。你当那天地灵蕊是大白菜，几百年才攒下那么几滴。你能脱胎换骨是你的机缘造化，不要太得寸进尺。师姐教训的是我奢求了，能有如此造化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既然你已经炼化了天地灵乳，那我们回宗门吧。七星矿区怕是你待不下去了。师姐请慢，我还要在此地突破筑基期，还望师姐为我护法。好吧，看你压制的也很辛苦的，是不是早就到了突破的瓶颈？师姐好眼力，
之前一直没机会，现在正好有师姐在，我突破的时候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。随你吧。妖孽！痛快！跟我回宗门吧，七星矿区那边估计已经被初圣宗的人占了。我会跟师门解释，让他们给你换个任务。好，都听师姐的。师姐稍等，我先把这身气息压一压。老狐狸，你就喜欢扮猪吃虎。低调低调，还请师姐为我保密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怕麻烦。知道了，走吧。真能装。风师弟，师姐，你如今修为已在我之上，可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要我引荐你拜入我师傅门下？以你的天资，定能得到更好的培养。师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拜师一事我暂时还没想好。其实我有个想去的地方，不知师姐能否帮忙引荐？我想去炼丹房，师姐你也知道，我年纪大了，打打杀杀不是长久之计。想着学门手艺傍身，思来想去，炼丹师这个行当比较体面。笑死我了，风金兰，你可真是总能给我惊喜。还请师姐帮忙，哪怕是去做个清理丹炉、挑拣药草的杂役弟子，我也愿意。让你去当杂役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清理丹炉、处理废丹，这些活计倒也确实适合你。至于炼丹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我帮你去跟炼丹房的李师叔打声招呼。多谢师姐成全。行了，你明天直接去炼丹房报到吧。炼丹法，从明天开始，整个玄素门的废丹将是我一个人的资源库。你好，师兄，我叫风金兰，叶红瑜师姐介绍来的。你就是风金兰，叶师姐塞进来的那个？如假包换。哼，这把年纪不在家等着入土，跑来丹房折腾什么？换上衣服去西偏定，那里堆积的药渣、用过的丹炉都归你清理。手脚麻利点，别耽误了炼丹师们的大事。还真是个老头子，我还以为叶师姐眼光多高呢。我可听说了，这就是当年那个至尊体，可惜核心根骨被毁，成了个废人。有什么可惜的？没那个命罢了。要是叶师姐，怎么会管这种闲事啊？嘘，小点声，人还没走远。怕个鸟！一个炼气后期的老废物，寿元都快干了，听见了他还敢动手不成？就是，咱们丹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撒野的地方。这帮家伙，我可是来寻宝的，不是来置气的。这股焦糊的药渣味里，好像夹杂着一丝别的东西。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些用过的炼丹炉都清理干净，抓紧换好衣服干活吧。师兄，这些废料的清理转运工作就交给我吧，我熟。哼，随便。倒是忘了，你之前看管废丹房，门儿清。快看，是炼丹大师裘大师！裘大师，哇，他终于来了！据说每3年他都会来选一名关门弟子。肃静，大家安静些，继续你们手中的工作，不要停。这药汁是你提炼的？回大师，
正是弟子刚刚淬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风金兰。你就是那个100岁的至尊体？没错了，看你的年龄应该差不了。让大师见笑了，正是弟子。哼，有意思，当真有意思。说说看，何为炼丹之道？裘大师这是气不顺，想找个软柿子捏捏，当众给他难堪，8成是了。这老东西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要倒大霉。弟子以为炼丹之道与修行之道并无二异。哦，说下去。心念通达则心静，心静则火稳。何谓心诚？并非口头说说，而是将自己的精气神全部倾注入这一炉丹药之中。我们练的不是丹，是自己的道心。欲速则不达，无论是修行还是炼丹，求的都是一个熬字。熬火候，熬药性，更是熬我们自己的心性。明天一早到3楼3号丹房报到。3楼3号丹房，那里肯定有更多高品质的废弃丹药。话说回来，不知我这玄灵菇可否直接当做炼丹炉使用呢？大师，还叫大师？把门带上，别让火气跑了，也别让外边的俗气进来。站一边看。是，师父，弟子遵命。知道我为何选你做这关门弟子吗？弟子不知。弟子年迈体衰，筋骨定型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。哼，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没错，你这把年纪，黄土都快埋到脖子，可外面那些小年轻，一个个心比天高，以为拜了我为师就能一步登天，丹药当饭吃，蠢货！只有你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不争不抢，不急不躁。老夫问你话，你还爱答不理。修道先修心，炼丹尤其如此。心不静，气不平，一炉丹就可能变成一炉炸药。老夫看中的就是你这被世事打磨过的心境，这份天塌下来也懒得抬眼皮的豁达。这老头简直是个人形探心器，连我当时那点无所谓的懒散劲儿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弟子愚钝，还请师父悉心教导。不急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活计照旧，熟悉灵草药性，清理丹炉，还有把这些废料提纯一下。你可以在一旁看我炼丹，但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碰丹炉，不准私自动火，听明白了？弟子记下了。这不正是我想的吗？那些废丹废料可都是宝贝呀！臭小子，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去把地火的火势调小3成！不好！我的紫玉龙王丹！炸炉了！师傅，这是……还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炸炉吗？滚滚滚！把这破炉子给老子清干净，看着就烦。好的，师傅，您慢走，消消气儿。紫玉龙王丹，
哪怕是半粒废丹，也是元婴修士都眼红的宝贝啊！裘大师在呢。宗门里最近有一批内门弟子要冲击筑基，这是5份筑基丹的材料，还请您老出手。知道了，放下吧，5日后来取。老小子，过来。弟子在。把这些材料按药性分门别类，清洗干净。下午老夫要开炉炼制筑基丹。老夫炼丹从来不教人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能学到多少是你自己的本事。要是敢出声打扰，就给我滚出去砍10年柴！弟子遵命，绝不敢打扰师傅。小子，好好看，记住我的投药顺序，还有掐诀要领。最重要的是时机，火候。还不错，一路出了5颗，只可惜都是下品。刚才的炼制手法都记清了吗？只记住了下药顺序，手法和时机火候没记住多少。哎，还凑合吧。你以为炼丹这么简单？最为关键的是实操。慢慢学，我这一次操作慢一点。接下来这最后一炉你来练，练废了也不要紧。我练？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我还没记住那火候。废什么话！练中学又不要求你必须成功。筑基初期巅峰，这哪里是练气后期？这么多天，我一个金丹中期的师傅，愣是被这小子当猴耍了。火力再猛3分，投药的顺序和时机脑子里没数吗？紫荆草，现在！终究是修为差了些火候，就差那么一点啊！哼，第一次炼制筑基丹，能到熔丹最后一步才失败，这小子比当年的我可强太多了。成了，最后一步我其实有10足把握。只是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，第一次就炼成筑基丹，传出去太惹眼。修仙这条路得先活着，稳住，不能亮。你小子跟我装？师父明鉴，弟子无根无基，若是锋芒太露，恐怕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请师父莫怪。怪我怪你个锤子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藏得好，老子也有筑基期的徒弟了。看以后丹堂那帮老东西，谁还敢在我面前摆谱？行了，说说吧，这炉丹怎么回事？最后一步功亏一篑，不像你的水准。回师傅，弟子想，问题还是出在修为上。到了药力融合的最后关头，灵力续不上一口气了。孺子可教，丹已凝形，药香未散，说明你的火候手法没问题，就是最后灵力爆发不够。你现在的修为还是太勉强了，别总琢磨着炼丹，先把修为提上去。到了筑基中期，炼制这筑基丹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去吧，把丹炉清了，最近别开炉，专心修炼。弟子遵命。有了这废丹，只需丢进玄灵湖温养，就是标准的下品筑基丹。200块下品灵石到手，接下来可以去坊市淘换好东西了。一品筑基丹药力霸道，7颗一起吃，怕是能把经脉撑爆。可我对力量的渴望压不住了。不行，万一动静闹得太大，引来宗门里老家伙的探查，麻烦就大了。师傅，弟子想请几日假下山。弟子曾在山下收养过一个义子，这几日心神不宁，眼皮乱跳，怕是他出了事，想回去看一眼。人之常情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准你1个月，速去速回。多谢师傅。
回事？这里灵气怎么突然变多了？感觉像是极品丹药外泄的。我看不是，应该是天才地宝出事了。废什么话！我们好好找找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大机缘呢。终于筑基中期了，可惜不是巅峰。哼，哈哈哈哈哈！变年轻了。咦，外边有人来了。师兄，你感觉到了没有？刚才那精纯的灵力，就是从这瀑布后面发出来的。快跳进瀑布看一看，里面一定有古怪。兄，还真是冤家路窄，4年前的宿敌。哟，老狗，原来是你在搞鬼！少废话，在这地方闹出动静，得了什么宝贝？乖乖交出来，再给爷爷磕3个响头。4年前你让叶红雨那娘们告状的旧账，本少爷今天就当做善事，一笔勾销了。4年前受的屈辱，总算有机会清算了。现在身在这无人之地，我还装什么？刘汉平啊，刘汉平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你也是筑基期？不可能！你这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废柴，怎么可能筑基？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我叔叔可是宗门的执法长老，金丹期大修士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他非扒了你的皮点天灯不可！金丹期好吓人啊！很可惜，这里荒无人烟，死几个人也没人能查到是我做的。分头跑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幻影3重了！你不是筑基初期，你比我想的更加强大！快放我离开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已经捏碎魂牌，我叔叔知道我出事了，正往这边赶来。你废话真多，记住下辈子不要随便欺负人，尤其是老头子。你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操，这下子玩火玩大了，看来也只能日后结丹了再回宗门了。平安！一下子四门上部的刘叔叔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刚才好像喊什么平儿，8成是刘汉平出事了吧？出事也正常，他一向飞扬跋扈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小声点，他刚突破筑基期，何况还有金丹期叔叔撑腰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血印术，给老子出来吧！溯本追源，现！好个狂妄至极的家伙，竟敢杀我的宝贝平儿！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该死的符文，都怪我手贱！靠，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，那是金丹期修士！前方不远处就是禁闭藏神院，传真是死地，可那是我唯一保命的机会。老东西，受死吧！不好，血遁术！老贼，该死！老贼，你进了藏神渊，这辈子就别想活着出来！60年啊！操！人死鸟朝天，老子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鸟地方？骷髅僵尸，
常规攻击对他几乎无效，麻烦。就来！你他娘的比我还硬！刘闯，你最好好好活着，等我凝聚金丹那天，第一个拿你开刀。难不成真就是个破戒指？吞天雀，上古凶兽榜第1。如果这只吞天雀能为我所用，接下来面对的麻烦就不叫麻烦了，这简直是天赐机缘。欧阳锋，你真是大好人，我太感谢你了。不够，还得突破。这手感，筑基后期，刘闯老贼，等着老子出去的那一天，定让你万劫不复！想要突破金丹境，最快也得3、5年。这鬼地方我耗不起，得想个法子。主人，我饿了，要吃饭，要吃饭！唉，真是个饭桶。还有，行，今天管够。契约传来满足和感激的情绪。下品灵气应声声，被这巴掌大的鸟一嘴啄穿了。就这么点就饱了？我靠，果然是个饭桶，还没。主人，这糖豆好吃，比那硬邦邦的废铜烂铁好咬多了，我饱了。中品灵师成糖豆了，这败家玩意儿。喂，我肩膀不是你的床。筑基中期，这成长速度太变态了。只要喂得够，这家伙搞不好比我先步入金丹。行吧，小祖宗，回头给你搞点好的。既然你能吞噬万物，那出去自己觅食呗。猫叫。小鸟，干活了，把那几头怪物收拾掉。你才是小鸟，本大小姐是上古凶兽吞天雀，名叫云氏。行，云氏大小姐，麻烦您动动嘴，把那几头骷髅头解决一下。不吃。谁让你吃了？打碎就行。完成任务有奖励，2块中品灵石。就2块，打发叫花子呢。3块。 5块。成交，赶紧干活。
不够，再来10颗糖豆。10颗？你管中品零食叫糖豆？说好的5块，干完活就5块，哪来的10颗糖豆？加8费。云氏，前面带路。绕过僵尸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战场中散落的灵气。啊，这是中品灵气。你个吃货，动你了！主人莫怕，方圆5里，本小姐无敌。主人，前方50米，电锯僵尸，实力堪比筑基后期大圆满。他们在看守一把宝剑，主人过不过去？上品灵气，保存完好的上品灵气。云氏，玩把大的，你去逗逗那2个铁疙瘩，动静越大越好，我趁机摸宝贝。好剑！我靠，还有个老粽子！这玩意儿绝对是金丹期的老粽子！我靠，跑呀！操！属狗的吧，追这么紧！于是，救命！云氏才筑基期，跟金丹期老怪物硬碰硬，迟早吃亏，必须撤。云氏，回来！这大家伙脑子果然不好使。又得辛苦你了，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古怪。仪式有宝物。上品灵气，无限接近极品的好东西。 10万年了，终于有人仍来此地了，不必如此警惕。贫道只是一缕残魂附在这副灵骨上，数万年了，如今时日无多，还好等来了你。是谁？与大量僵尸围困，重伤陨落于此。元婴大圆满，被僵尸围杀，这里到底藏了多少怪物？前辈醒来，所谓何事？今日道友之此，便是有缘，确有一事。教育门主，10万年了。 林一门还在不在都两说？你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今有玄素门弟子风金兰对天道起誓，若为此事，形神俱灭，永不轮回。哦，谢谢，这些你拿去吧。法海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大方鬼！100万年前神魔大战场，10万年前血魔宗占据此地，炼活人为傀儡，死人为僵尸。后来正道讨伐，血魔宗覆灭，那些失去控制的僵尸就游荡之间。多谢了。 法海还留了离开的方法和血魔宗灵石矿脉的图纸，这趟赚大了。按照图纸，矿脉入口就在正下方。云氏分头找，叫你呢，这家伙又饿，惦记着那把上品飞剑。不行，那是我飞行用的，吃了拿什么御剑？用脚跑，别磨叽，找到了给你加餐。 应该是这里了。怂什么？你飞在前面探路，我在后面跟着。找到月影石，先给你吃2块。 这些人和兽死在同一个地方，是战斗中死的，而且是腹背受敌。喵！月影石。说好了2块，多的归我。你先把这层全部探完，确认没有危险。
于是继续吃啊，争取突破到金丹期。突破你妹呀！还不是被你这个主人拖累的！你的修为限制了我的成长。靠，还有这说法？你这不废话吗？我是你的灵宠，修为最高与你持平，这是天道法则。于是，你继续在矿洞中寻找灵石吧，我要修炼了。枪来！好枪！那白毛僵尸过来了。于是，偷袭！这修为差距也太离谱了！来吧，2个月没打架了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我的个乖乖，铁剑比他身体都大，怎么塞进去的？主人小心！你大爷的！于是，继续上下夹击。收到。走，赶紧撤！我靠，什么情况？不会是僵尸群吧？操！行吧，阵血用完了，就这些家底了。主人，洞口有一头僵尸在破坏阵法。我去，这边走。我操！挖你祖坟了，还是睡你老婆了？完了，退路被彻底堵死了。主人，这里别有洞天，可以下来。终于能直起腰了。怎么样，本大小姐厉害吧？这种地方都能被我嗅出来，这门后面必有宝物，所以我们5-5分。钥匙在这儿。你这人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？往里面灌灵力呀！这种机关所开门条件就是灵力触发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叔叔，你先进去。不是5-5分吗？分归分，探路归探路。你是主人，你优先。这气息，元婴气，而且还活着。100万年了，终于有活着的同类走到了这里。晚辈无意冒犯，求您放我离开。离开！你可知道本尊在这里等了多久？100万年，100万年啊！
要不是靠着阵法苦苦维持，老夫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好不容易等来了你，一具肉身，万年难遇的先天至尊体，就是可惜了，至尊骨被人挖了，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不自量力，筑基大圆满，你的修为太低了。暴殄天物，这么好的先天至尊体被你糟蹋成这样，这具肉身到了本尊手里自然不同。至尊骨没了可以再造，根基毁了可以重铸，本真重回巅峰不过时间问题。不要，前辈，我这身体不行的，至尊骨被挖，根基全毁，都100多岁了，你做了没用的。100多岁，对于先天至尊体来说还是个婴儿。你以为至尊骨被挖就废了？天真！先天至尊体的根基在血脉里，在骨髓中，至尊骨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。别挣扎了，放开你的尸骸！天助我也！没想到啊，你手里居然还有混沌仙壶，先天大宝啊！100万年前本尊都不曾见过的东西，居然在你这小娃子手里！老天爷怕本期重生不够顺利，把好东西都送来了。这葫芦居然直接吞了100万年的元婴，混沌仙壶，先天至宝。行了，别抖了，死的不是咱们。万年元婴老怪的家底，差点被你夺了舍，拿你点东西不过分吧？发财了！操控门槛居然要金丹境以上，强行连接灵魂会被反噬击碎。2具金丹后期的傀儡，先欠着，早晚的事。又升级了！果然堪比天地灵乳，炼化元婴所得的10来滴灵液，价值连城。云氏，把这棺材吃掉。咦，装了死人的东西，本大小姐才不吃呢，要吃也得吃你的中品灵气。这把剑给你了，前提是先把棺材吃掉。你能不能给点力？你突破不了金丹境，我就没法继续成长。我都吃了多少好东西了，全浪费。怪我又不是你属猪的，吃了睡，睡了吃就能长修为。其实吧，办法不是没有，你把契约解了呗。你不受天道限制了，我自然能无限成长。到时候我变强了，还不是帮你打架，双赢。你该不会想跑吧？我跑什么跑？本小姐善良美丽，骗你个糟老头子有什么意思？契约解了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得先发天道誓约：第一，不得对我不利；第二，依旧听从我的指令调遣。那跟梅姐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！你不受压制，自由成长。至于听话，你什么时候真听过？苗苗，老头儿，
你上当了！终于突破了金丹境，这算什么？等我到了金丹后期就能化形了。老头儿，把你的化形草给我10颗。别装，我早看到了你储物戒指里的气，再给我100块上品灵石，我现在就要化形。100块，你杀了我吧！100块上品灵石啊！这败家鸟人一顿干掉我1/30的家产！嘿，老头儿，看傻了吧？哼，是不是觉得本姑娘天生丽质？你就不行了，又老又丑。操你个鸟人！你发过誓的，不能伤害主人。这叫亲近，懂不懂？哼，换别人我还不揪呢。金丹后期化形成功，100块灵石花的值，以后看谁敢欺负我。笑什么？老了，嘴角抽筋。走，老头儿，找那些僵尸干架。我现在浑身劲儿没处使。你在前面扛着，我在后面指挥。不用我们去找了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于是，回来！看来快要出去了。老头，前方有强敌的气息。金丹后期巅峰的旱魃，开了灵智的狮王。活人好吃。云氏，打得过吗？老头儿，本大小姐好歹金丹中期，对付她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。在这之前，本大小姐得变回本体。上古凶兽，可惜还没长大，肉不够吃。太快了，根本无法躲。极品灵气，可惜人太菜了。烈士，快逃！不能拖了，再拖下去我们都得交代在这里。云氏，伤得重不重？老头，皮外伤，给我1枚凝金丹。老头，够意思，你抵挡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这小鸟在搞什么鬼？战场突破，休想得逞！想都别想！小小之辈就知道偷袭。老头，你刚才是不是偷看我突破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盯的是旱魃。哦，那2颗凝金丹味道不错，下次多给几颗。这是药园和丹房的地图，距离不远，不知道里面的丹药失效没？哪怕是废丹，我有玄灵壶也能化为极品丹药。以后修炼和养吃货都需要资源，必须走一趟。怕个鸟，人死鸟朝天。老头就知道自己吃，本姑娘的呢？先来5块上品灵石。给你。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僵尸气息，安静的过分。云氏，去四周转一圈。老头，你就会指使我。本姑娘是上古吞天雀，不是你养的看门犬。靠！有阵法禁制，直接把本小姐弹回来了。布阵的人修为很高。这是什么级别的阵法？土鳖，这至少是化神期大能的手笔。云氏，过来。
几十万年总有扛不住的地方。药香还在，品阶绝对不低。是活的，活人。吞天雀还化形了，可惜了，修为才金丹后期，一眼看穿云氏底细，这老怪物绝不简单。500年了，这副皮囊是真不中用了。在藏神约待了500年。道友，既然有缘来此地，何不上来一叙？筑基后期大圆满，根基扎实，身边带了一只金丹后期的上古凶兽当跟班，排场不小，还有2件极品灵器，有意思。被扒得底朝天，看不出他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多也没用。前辈既然相邀，晚辈自当奉陪。别拽了，真要跑也跑不掉。胆子不小，老夫无悔。 500年前为寻机缘入了这藏神渊，这位道友如何称呼？风惊兰。筑基期，一个筑基期的修士能活着摸到这里？小子，你杀了多少东西才走到这儿的？道友来此地是冲着丹药和药源来的吧？没错。那你来对了地方。 这丹房和药园里头好东西多得很，各种丹药少说上百瓶，800年以上灵草不下200株。可惜呀，可惜这些丹药和灵草都被设了禁制，相当厉害的禁制。若是不懂门道硬来，轰的一下丹毁人亡，什么都剩不下。这老东西随手一挥就破了阵，这是什么级别的阵道修为？前辈阵道通神，晚辈佩服。 不过，前辈主动亮底牌，想必是有条件的。别急，别急，老夫若是没本事，又何必跟你费这些口舌？500年了，老夫还没闲到跟个筑基小子聊天解闷的地步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带老夫离开藏神渊。 前辈在藏神渊困了500年，以前前辈的修为和阵道造诣，想走早该走了，何必等一个筑基小辈来带路？实不相瞒，当年我来到这里时身受重伤，5脏6腑碎了3个，经脉断了大半，凭最后一口气布下这座天地大阵，阵在人在，阵灭人亡。我若强行撤阵离开，必遭反噬，当场暴毙。单凭我一人之力，走不出去。 这老狐狸的话有几分可信，但也可能是在算计我。我观道友身具大气运，只要你答应带老夫离开，这里的一切丹药灵草全部是你的，一颗不留。凝金丹20颗，素英丹10颗，20颗凝金丹，10颗素英丹，这手笔太大了，越是诱我越要冷静。那前辈如何保证履行承诺？保证？什么保证？ 你都已经进了老夫的阵法禁制，你觉得你还有别的选择？这老狗边谈边下套，既然还在谈，说明他真需要我带路。好，我答应带你出去，还算你识时务。丹房和药园的阵法枢纽就是这个祭台，急不得。 我需要些时间。有问题？你身上怎么会有他的气息？说，是不是你把宗主害死了？宗主是化神后期的至强者。 你一个筑基期的蝼蚁，怎么可能？化神后期宗主，8成就是棺材里被玄灵狐炼化的那个元婴老怪了。他自己找死的，怨谁？好，好得很。你今天走不出这道门，就凭你，
筑基后期就敢对老夫亮枪！我算错了，这老东西刚才是装的。不知小儿，老夫就算只恢复了当年1半的修为，要你的命！哼，一只小鸟也敢在我面前逞能？先弄死你，再碾碎你主人！于是，小心！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小鸟，死吧！于是，俯身战甲，起！老头，别废话，全吞了它，别浪费。很好，你们成功让老夫动了真火。这老狗占尽上风却不补刀，他在传信，他为袭剑只有全力出手，消耗极大，他在拖延时间。等会儿我跑，你别松手。怎么还没放弃？这间丹房是我的地盘，你们跑不掉的。谁说我要跑了？老子不跟你玩了！找死！给我留下！小子，你敢？怎么怕了？你与这阵法一体，我毁这祭台，你应该不好受吧？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你疯了！你毁了这大阵，你也逃不了！是吗？反正死也能拉你垫背，够本了！快停下！我答应放你离开。不够。好，你赢了，丹药、灵草全给你，行了吧？你在跟我讨价还价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丹方、炼丹术一并交出来。我给。东西都在里面，你自己查。算你痛快。等一下，你身上有宗主的气息，他死了。他要夺我的肉身，我凭什么放过他？也是，那人执掌宗门多年，终有落幕之时。你走吧，走吧，我留不住，也不愿再阻拦。前辈，分我2颗素英灸，你不必多问。你身上伤势尚未养好，为何这般心急？方才吸纳了大量灵力，此刻突破正是绝佳时机。别把我衣服抓破了。终于要出去了。是刘闯，这老狗竟然在出口等了1年，而且修炼到了金丹后期。老头儿，本大小姐突破元婴境了，你先干谁？我帮你。命够硬的，不过也就到这儿了。嘿嘿嘿，吓傻了吧？什么？小子，跪下，认本大姐为主，饶你一命。吞天雀，上古凶兽怎么可能？吞天雀不是绝种了吗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行了，云痴，玩够了没？还没呢，再让我嘚瑟2句。赶紧的。
老头，你真没意思！哼！血鹰三重风老，血鹰断！还要跑？哼，跑？问过本小姐姐了吗？我刘家不会放过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听不见。就这，金丹后期就这水平，浪费本大小姐的时间。刘家，怕是麻烦要来了。上品还魂丹，很好。乐豪，你还吃谁呢？这破铜烂铁，狗都不吃。逃了整整1年，被追杀，被围堵。如今流传的事总算了解，该回玄素门了。不过得先把金丹境突破，去绿溪谷最合适。老头，你盯着我干嘛？莫非你看上本大小姐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太老了，一股老人味儿，隔着3丈远都能闻到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干嘛？你拉我手干嘛？云芝，给我护法，我要凝聚金丹。凭什么？给我1颗还魂丹，我就护法。不行，突破金丹需要还魂丹辅助凝练神识，1颗都不能少。那我不干。你是我的灵兽，灵兽也有人权，不是有授权。突破之后如果有剩余的，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要是没有剩余呢？把你那把火焰枪给我吃了吧。那极品的灵气，我闻着味儿就馋。想都别想。又不给丹药，又不给灵气，就知道白使唤使唤人，欺负小孩，你有本事！唉，哼，本大小姐出去自己找吃的，爱突破突破，卡在筑基一辈子才好。10公里，神识直接翻了5倍。哼，死老头肯定在偷看我。10公里外有人在快速移动，来者不善，难道是刘家的人？交出炼魂果，免你一死。爸爸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去死！这小短腿个子真不高，不过那句八嘎，难道他也是穿越过来的？听着真膈应。老前辈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这2人是魔道之人，无恶不作，你快走，别被卷进了。老东西，不想死就赶紧滚蛋！你叫白珊珊，你手里那个炼魂丹还在吗？哈，老家伙，你也想打炼魂丹的主意，真是搞笑！先等我把这个贱人宰了再说。刚才那句八嘎，谁说的？八嘎呀路，你的死啦死啦！好，看来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了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多管闲事？我是你祖宗，放下武器自废丹田，可免一死。这位道友，白珊珊偷到我们的宝物，我们只是奉命追回，请给个面子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没有，前辈，这炼魂果是我的家传之物，他们杀了我全家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。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纠葛，就凭你们刚才那几句不该说的话，你们就该死10000次。阁下真的打算与我们黑氏家族开战？前辈，黑土族族是附近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，族中族长是更是金丹后期的大使，千万不能放他们走。是吗？那就更要留下来了。一起上，弄死他！前辈小心，刀尖有毒。聒噪！
晚辈白珊珊，多谢前辈搭救。罢了，老夫我只是单纯看这2个王八蛋不爽而已。这就是炼魂果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么珍贵的灵果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前辈，晚辈修为低下，白家上下也没有什么高手，这东西放在我手上，迟早还会招来祸端。与其被人抢走丢了命，不如送给前辈，也算物有所值。你伤得不轻，这2颗丹药拿去，补血丹治你的内伤，筑基丹留着后突破用。前辈，这太贵重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哭啼啼的，赶紧找地方疗伤去。这2个东西身上的储物袋也归你了，没什么好货，加一块也就几百块下品灵石，勉强够你花销。前辈，黑土家族行事阴狠，最记仇。今天死了2个筑基后期，他们族长不可能善罢甘休。听说黑土家族的族长已经金丹中期了，手下还有好几个筑基后期。金丹中期吗？来的话不会只来1、2个。金丹中期，几个筑基后期，全是小短腿，正好给云氏练手。储物袋肯定比这俩喽啰丰厚。无妨。5颗极品凝金丹，1颗极品还魂丹，1000年炼魂果，还有大量灵石，突破金丹，绰绰有余。药力层层叠加，屏障终于松动了。前辈，有情况！真晦气，散了小半颗极品凝丹的药力，心疼死我了。前辈，是黑土族的迷雾森林，这东西有剧毒，元婴气息碰上的掉层皮。山谷就这一个出口，他们摆明了瓮中捉鳖。这物不仅有毒，连我的神识都能吞噬，有点棘手。张嘴，避毒丹，吃。这位前辈的储物戒里到底就还藏了多少好东西？云师，出来干活。老头儿，上次答应我的还魂丹呢？又要丹药？什么叫又？你少在那装穷！1颗还魂丹换1个元婴期打手，你上哪找这买卖去？先下肚，省得你这老东西反悔。少废话，前面侦查去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老头儿，你得罪这帮小矮人了。阵仗不小啊！1个金丹升期巅峰，带10个筑基，就为了赌你1个筑基后期大圆满。这些小短腿真是看得起你，还是看不起我？前辈，毒物快要封洞口了，再不走真走不了了。你先退到洞里去。云师，那个长得也太磕碜了。少废话。行，老头，瞧好吧，本大小姐就喜欢搞偷袭。没杀死，急什么？一下弄死多没意思！你看他那表情，笑死我了。老头，追不追？把他们全部消灭不留。小半颗极品凝灵丹，总得找个地方报销。得令。光领头的有5000多灵石，其余的全是破阵期，连1颗疗伤丹药都没有。搭进去半颗极品凝丹，我亏大了。把尸体处理干净，痕迹也一并抹掉。长生诀凝丹。他在凝聚金丹，不对，
之前他碾压筑基后期那么轻松，居然只是个筑基期。你就是那个贱人，把炼魂果交出来！不好，这小子突破的动静比我当年大5倍，绝不能让他突破成功。趁他病，要他命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炼魂果。炼魂果已经被我吃了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惹恼了前辈，你们想走就来不及了。休想！找死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快跟洞中那个家伙一起陪葬吧。白珊珊，你爹欠的债没还，你又偷我炼魂果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可以只断你一条胳膊。你做梦！不识抬举，那就……结丹，他在结丹，给我杀进去，让他成功！金丹初期，5天时间耗尽资源，总算成了。神识范围扩大了10倍不止。洞外的一切，我感知得一清二楚。恭喜前辈喜结金丹！老头儿，你也太磨蹭了。要不是本小姐姐在面镇场子，就凭这几个歪瓜裂枣，早冲进去。不知道有在此清修，多有打扰。在下黑参杂族族长黑木石，这白珊珊偷了我族中的炼魂果，还请道友不要插手，日后定有厚报。炼魂果我吃了，怎么想从我肚子里掏出来？八嘎，老东西，你这是想要找死吗？我看找死的是你们！老子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小八嘎短腿子！怎么可能？你才刚结丹！老头，这2个杂碎留给我玩吧。这是化形的元婴麒麟兽！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啊！你们自废丹田，可免死。同归于尽！老东西，你以为跪着就是征服了？老子是在等机会！元婴境大能的剑符，这可是我黑土家老祖亲手炼制的剑符，元婴后期巅峰的全力一剑，你受得起吗？辛苦了。哼，老头儿，你也太抠了。才1万灵石几把破剑，真穷。前辈杀伐果断，晚辈佩服。白小姐，危险解除，你打算何去何从？晚辈已无家人，若是前辈不嫌弃，晚辈愿为奴为婢，侍奉左右。长得不差，心性纯善，还讲道义，留着当个丫鬟也不错。跟在我身边倒不是不可以。你都有什么特长？
晚辈跟家父自小学习炼丹，能炼制筑基期的一些丹药。虽然都是下品，但成色尚可，丹纹完整。你多大开始学的炼丹？7岁。7岁就让你碰丹炉，你父亲倒是舍得。实不相瞒，老夫也是一名炼丹师。前辈，您是玄素门的内门弟子？不错，等你突破金丹期，可以来玄素门找我。多谢前辈。老夫有事先走一步，你自寻去处修炼吧。老头儿，那姑娘生得多好看呐，你怎么不带上她？找个暖场的丫鬟不好吗？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怎么不懂了？你就是怕连累人家嘛。怕就怕呗，还嘴硬。回风岭子村，去看看那个不孝的义子风飘飘。仙路漫漫，何其艰难！尘缘未了，红尘难断。张平安，见了爷爷怎么这么没礼貌？风爷爷，你真的是风爷爷？真的是你？你不是早就已经……我去，真是风爷爷！他不是7年前就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死什么死？他是被仙女接走了，修仙去了。你懂个屁！那他这是修成了？你看他这模样，这气派，那不跟画上的老神仙一模一样？神仙显灵了！真正的修仙者可没工夫坐在庙里等人烧香。都起来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拜什么拜？我义子风飘飘还在不在？在，他就住你那老房子里头。你走之后，那小子倒是争气，他媳妇儿生了1儿1女，大儿子叫风小虎，淘得很。飘飘，你快出来！你爹回来了！你爹才回来了！我没骗你，你自己出来看。看你个！爹！起来吧，走，我们回家。爹，儿媳给你磕头了，给你赔不是。当年都是我犯浑，不该把你赶出家门。这妮子灵气十足嘛，是个好苗子。这孩子有天赋，这枚玉佩带上防身。谢谢爹。这些年怎么搞成这样了？爹，实不相瞒，你走后的第2年，风铃子村大旱，连续3年颗粒无收。要不是你留下来继续，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。1万两，够你后半辈子花了。爹，这1万两，我们全村1年的缴用也不过100两，这也太……让你收就收着。这几瓶丹药，红瓶的延年益寿，蓝瓶的强身健体，1年吃1颗。这2颗聚气丹留着，等2个孩子长到10岁，
一人一颗，往后若有机缘，说不定能走上修行路。凡人村落，要是拿极品丹药给他们，反而是害了他们。爹，这回能多住几天吗？明天走。爹，你是不是还记恨我？当年我说的那些混账话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跟你没关系。修仙者和凡人寿命不同，就算没矛盾，我也不能久留。可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心里不好受。也好，爹有爹的大事要忙，我一个种地的拖累不了您。20年的父子情分，真难放下。飘儿，你想不想修仙？我能行？试了才知道。自古凡仙有别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爹，饭好了。爹，这是50年的女儿红，我们爷俩今晚一醉方休。这烧鸡做的很地道，好吃。爹，喜欢吃就多吃，明天我再给你做。爹，修仙苦不苦？不知我们凡人生活如何？苦上1000倍。那真的值吗？应该值吧。如果我不修仙，恐怕现在已经是白骨一堆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看着你结婚生子，承欢灯下。爹，我都活了30多岁了，至今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意义何在？你知道的，我是孤儿，是您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口饭吃。从小到大，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，我就要出人头地，升官发财。可我把日子都过成了什么？连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还把你赶出家门。我真不是爷们儿。飘儿，你打自己有什么用？打100下也不顶事。每个人活着都有意义，又都没意义，看你怎么选。爹，你真的是活神仙吗？算不上，我现在才金丹期，离成仙远着呢。那你能活多久？理论上500到700年。多少？500到700。不过要是突破不了元婴期，照样得死。死在半道上的人多了去了。有修士过来了，大半夜的，为何会有修士靠近这个小山村？救命！老狗，给我滚一边去！老大，把这老东西弄死！跟他废什么话？杀个凡人而已。还有这个女人，割下她的头带走。问过我了吗？前辈，饶命！前辈，我们这就滚。想跑？前辈，我们是初圣宗的人，奉命清除门内叛徒，这是宗门内务。初圣宗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前辈是若是与初圣宗有旧冤，大可去宗门说法。我等不过是外门弟子，做不了。轻飘飘的，估计也没什么好货。蚊子再小也是肉。多谢前辈救命，晚辈王雨嫣，桃花坞弟子。初圣宗的人追杀你，
为什么？晚辈8年前偶然发现了一处洞府，原以为隐藏的够好，没想到消息还是泄露了。初圣宗的人追了我3天3夜，就是为了这个。洞府，什么等级的？元婴境。元婴境洞府，那里头的存货可不小。这是进入洞府的令牌，还有地图。据说令牌不止1枚，初圣宗手里应该也有。前辈要是用得上，拿走就是，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了。噬魂散，初圣宗的招牌毒药，没有解药的。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。前辈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死之后能不能找个干净的地方把我埋了，有山有水的那种就行了。小的时候师父说，人死了要葬在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这样灵魂就不会迷路。荒漠元婴境洞府，初圣宗已经派人过去了。我如今是金丹期，资源不缺，犯不着去冒险。但元婴境洞府吸引力太大了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灵石丹药是不少，可功法和武器太差。长生诀只是黄阶，修炼到金丹后期就到头了。这死鸟饿了3天似的，不看紧点，这枪就进他肚子了。元婴期大能的洞府，随便漏点什么都够受用，怕死还修什么仙？必须是。老飘儿，为父今天要走了。知道了。过来，这2本，一本霹雳掌，一本迷踪步。霹雳掌大成，1掌1000金力；迷踪步练好，真到危急关头跑路好使。爹，您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跑路怎么了？你爹我活到今天，1半功劳归跑路。这个储物袋也给你，极品碧血丹10颗，每次1颗泡100斤酒，每天喝1小口，10颗够你用50年。什么东西？行了，起来。傀儡，筑基巅峰修为，能守封家几代人。飘儿，这些东西传出去都是祸，你就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吐出半个字，懂吗？儿子明白。把武功练好，别偷懒。等为父回来，亲自揍你。爹，儿子记住了，一定不辜负您。飘哥，爹爹这是走了吗？小凤，这些都不要说出去，否则会死人的。我知道。初圣宗灭了桃花坞，夺了坐标，洞府周围少说埋伏了几10号人。我一个金丹初期落单，被围上就乐子大了，这样治去。云氏，你感应一下周围有多少人？方圆30里内，探到17道气息，最强金丹中期，元婴太远探不真切。听说了没？这次出生州派了一位元婴期的长老亲自坐镇，豪华坞全家被灭了门，反倒便宜了这帮畜生。元婴期一位，金丹境数个，比预想的热闹。人越多越乱，越好浑水摸鱼。
妈的，老子在这蹲了2天了，初圣宗把我们堵在外面当猴耍。你们初圣宗仗势欺人，这洞府人人有份儿。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，3息之内滚！3、2、1。好，既然不走，那就永远留下。郑和宁，那是郑和宁！他来真的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道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这家伙是个疯子！我知道。有意思，几个筑基期的蝼蚁，到底哪来的胆子？放！老东西，好阴沉的心机。不过，你以为金丹初期就无敌了吗？本座可是元婴中期。仙人洞府，见者有份，各凭本事。你初圣宗逾矩了！你这区金丹初期的散修，也敢在元婴面前叫板？那是上古凶兽吞天雀，能化形的灵兽至少堪比元婴境吧？废话，这玩意儿发起疯来，咱们加一块都不够他塞牙缝。师弟，既然这位道友想进去，不妨就让他进去嘛。王师兄，这位道友，不知师出何门啊？无门无派，散修。散修，有意思。道友，实不相瞒，这座仙人洞府禁止层叠，机关遍布，元婴境进去也得小心。与其各自冒险，不如你我联手，共探洞府，所得之物按贡献分配，如何？这老狐狸十有八九想拿我和云志当炮灰探路。没关系，谁当炮灰进去了才知道。没问题。好，道友果然爽快。今夜子时，月圆之时，洞府入口会完全显现，正是破阵最佳时机力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。多谢前辈刚才出手。是道友造化大。快看，那漩涡就是时空传送门。各位，入口马上开启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有人想要捷足先登，一道金丹后期的隐晦气息正朝漩涡抹去。空间传送门已经成型，上面还有最后一层戒指，单凭一人之力，怕是难以破开。诸位，一起动手！王伯当这狐狸，每一击力道控制的极准，他在藏针。师弟，你先带门下弟子进去。跟紧了，踩我的步点，差一步都不行。至于这位道友，不如随本座一起殿后。行。想抢先得宝，那得有命才行。跟我步伐走，眼睛放亮些，脚下每一块砖都可能要命。急什么呢？这才刚进门。这是元婴境的遗骸，快退！那飞剑产生了气灵，能自动护主，富贵险中求。
散开！都他妈散开！废物！这剑有古怪，大家联手，再各打各的，全都得死在这儿！飞剑不攻击他，他身上绝对有能避开气灵的秘宝。老东西，看你死不死！道友，你怀中这小鸟竟然能驾驭气灵！云氏，这把剑感觉很厉害，能不能收服？老头儿，你这是越活越抽抽，这可是诞生了气灵的极品灵气，我要吃点它一定很香。不行，你先帮我控制这把飞剑，杀了这些人。你可真够阴险的，唉。不要！师弟！这位道友，请饶命！这里的宝物全归你，所有的都归你，放我一条生路！这人刚才想杀我的时候可没这么客气。我靠！老头儿傻了吧？这把灵剑的气灵能通过杀人来升级，在场2个元婴期，10几个金丹期，全变干尸了。这玩意儿还挑食？金丹以下的看不上，哼！几十万块中品灵石，成堆的丹药灵气，发财了！云氏，我想要这把剑，怎么收复？老头儿，你还真是贪心不足。说好了的，这把剑归我，我要吃了它补补。不行，这可是诞生了气灵的极品灵气，你吃了那不是暴殄天物？大不了我拿极品飞剑跟你换。你别想忽悠我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把剑叫辟邪剑，你修为达到元婴境才能勉强驾驭，否则反噬起来够你喝一壶的。你管我反不反噬，我乐意。这样，火焰枪也给你，2件极品灵气，换你手里那把辟邪剑。少废话，换不换？成交！老头，你上当了，不许反悔啊！少给老子甩脸色！你原来的主人骨头都烂了，跟着我，好歹还有肉吃。于是，帮我镇压他。老头，你这叫没苦硬吃。早就说了，这辟邪剑需要元婴期才能驾驭。那没有办法了。我可以帮你收服他，让他认你为主，1万块中品灵石。我靠！你个死丫头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这是打劫！能不能便宜点儿？不能！你以为灵力是大风刮来的？别告诉我你没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枚储物戒指里头12万中品灵石，50多把灵气。你要是不舍得，就算了。给你，真服了你了。你说你这鸟人怎么比人类还狡猾？老头，每次干活的是我，收钱的是你。你说你不是资本鸡，谁是？那个，其实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们不分彼此。行了，说正事。这辟邪剑到底怎么让他认主？这个嘛，无齿金龙，这麒麟居然是无齿金龙！它不就是小虫子吗？你看，它正在抖呢。这个老头以后就是你的主人，也是你的爷爷。快叫爷爷！不叫，那本大小姐今天就加个菜。
哈哈，这手感，这灵力反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比我之前那把破剑强了何止10倍！老头儿，你真是太菜了！这气灵是被人强行封印进去的，有人抓了一条活的五爪金龙幼崽，抽了他的魂魄，硬塞进这把剑里当气灵使，你说狠不狠？小金龙，我知道你想要自由，等我足够强大，会为你重塑金身，还你自由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得配合我。元婴后期，化神不出，有这小魔头压阵，我往后出门岂不是横着走？老头，盯着本姑娘看什么？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！死丫头就知道欺负老人家。切，要论老，本姑娘比你老10000岁。这套剑法来的正是时候。干什么？提醒你，本姑娘的口水快流出来了。臭老头！件事情成了。快加把力，把阵法打碎！老大，你说大长老他们不会出事吧？这都4天了。大长老和七长老是元婴境，谁能奈何得了他们？不对，我觉得那个老头隐藏得很深。你们忘了，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那飞剑唯独不攻击他。怕什么？就是他拿到了宝藏，也要原原本本的给我们吐出来。这些人都是冲着宝藏来的，说的冠冕堂皇。各位道友，老头，你是何人？我们大长老王不当在哪里？死里边了。风道友，初圣宗弟子10万，长老无数，不如商量个法子，宝藏均分，如何？不如何？给你脸不要脸！6个金丹，100筑基，你算算打得过打不过？于是，杀！风金兰，这岁数了才筑基中期，哼，颐养天年不好吗？师兄说的在理，不过老夫改不了。超期12个月，扣除8成阅历。刘闯长老魂灯灭了，上面查得紧，你最近老实点。多谢师兄提点。死哪儿去了？1个月的假，你给我请了1年多，老子还以为你在外面被野兽叼了。师傅，先松手，衣服要扯烂了。受了，进来，有批药材等着你处理。别的杂役弟子炮制的东西狗都不吃，下次再玩失踪就别回来了。至少在我有能力掀翻桌子之前，这依然是我最好的伪装。修为又长了1小境界，侥幸而已。我当年也有个儿子，大道无情，既然选了这条路，有些东西就注定握不住。皮大师，运送途中遭伏击，冰晶兰损毁，药力流失过半。药性流失，神仙难救，承担率不足1成。师傅，我有办法修复。你有把握？弟子想试一试。1个筑基学徒也敢大放厥言，毁了良药，你赔得起吗？
这药送到我手上是就是坏的，成与不成，锅都扣不到我头上。你有几成把握？2成，前提是没人在旁边聒噪。2个时辰修好了记你一功，修不好，这辈子别想进丹堂一步。师傅，我需要公鸡血、黑狗血和灶台土。终于找到了，成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不少奇人异事，但黑狗血加造心土能修复灵药，这事儿说出去谁信？你真的是用那3样东西修复的？是的，师傅。公鸡血、黑狗血、造心土乃至阳之物，配合秘法可索药性。不过时效仅12个时辰，12个时辰足够了。2个时辰后开火，连夜炼制凝剑丹。你留下来看护这批灵草，不得有误。弟子领命。这次做得不错，给为师长脸了。都是师傅教的好。凝金丹主要7味，服药13味。你在旁边看着，看懂多少算多少。不懂的回去自己琢磨，别问我。失败了。全是废丹。这可是好宝贝。叶师姐，裘师兄不在。师父今天身体不适，在屋中休息。我去找他。师姐，等等，什么事？我帮你转达也行。奉师父之命，前来求取一瓶固元丹，用于稳固境界。2个月后宗门大毕，我需要提前备好。固元丹，库存不够，我跟师傅说一声，帮你重新炼一炉，2天后来取，行不行？可以。筑基中期，你进步进这么快？运气好。2个月后宗门大比，你若有空可以来看看。谢师姐。炼丹术学得如何？筑基丹能炼吗？只练过聚气丹，筑基期的丹药师傅没让我碰过。7年前你在矿区杀他的手段，还有那些极品丹药随手就拿出来了，你瞒着我什么？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，藏着掖着，怕是连最好的资源都落不到你头上。我在宗门只是个杂役，出头的人死得快，我只想多活几年。当年救我，我感激无尽，可你对我却永远隔着千山万水。你让我找的柳如烟，你的老情人，2年前已经突破金丹境了。急不得，再等等。丹药送到了吧？送到了，叶师姐亲自收的。5日后1级炼丹师考核，去不去？考砸了有罚。弟子条件够吗？宗门规矩是入门满3年的学徒都能报名，
你目前只练过最低阶的聚气丹，运气好出了一颗极品，勉强算是踩在报名的线上。去不去随你，我不干涉。丑话说前头，你要是报了名，考核没过，那就得受罚。什么惩罚？还没想好，等你考砸了，我再慢慢想，不急。弟子想试试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看到没？就是他，叶师姐引荐进来那个疯老头。哪个？就那个，走路最慢那个。我的天，这也太老了吧！万年难遇的至尊体呀、年纪大的都能当我太爷爷了。靠尤大师走后门报的名，哼，脸皮真厚。当我爷爷都绰绰有余。爷爷，你想多了，当你太爷爷差不多。万年难遇的至尊体嘛，万年难遇，理解一下。他能报名还不是靠裘大师？换个人试试，这才学了几天丹术，就敢来考1级炼丹师，脸皮是真厚。嘘，小声点，万一裘大师听见了。怕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安静一下，老夫逍遥子，今日负责1阶丹师的考试。规矩很简单，跟以往一样，每人可以领取3份材料，5个时辰内至少炼制出1炉成品丹药，成丹率不能低于50%，或者炼制出5颗以上中品，1颗极品都算通过考核。当然，若是3炉都废了，那这些材料的耗损需自行掏腰包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各位开始吧。风师弟一把年纪还考什么丹师？不嫌丢人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成了。3颗，全是极品。哈哈，3颗中品，10颗下品，我这第3次总算过了。冯老头，你出来这么早，哟，该不会3炉全炸了吧？还是炼出一堆废丹没脸摆出来？风晶兰，第1炉5颗下品，1颗中品；第2炉4颗中品，第3炉上品啊，不对，是极品，7道丹纹的极品还是3颗？极品，真的是极品，太完美了，简直是太完美了！极品聚气丹怎么可能？他学习炼丹不到3年，这不可能！一定是走了狗屎运，眼皮们连眨都没眨。对，就是走了狗屎运。我看他作弊了，应该是从外边高价买的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炼丹时是不是用神石淬炼的药液？弟子也记不清了，只感觉最后1炉冥冥中跟丹炉产生了一丝联系。感觉，就凭感觉就能炼制3颗极品。弟子真的是感觉。对，他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狗屎运爆棚了！你给老夫闭嘴！有本事你也炼一颗极品聚气丹出来！风晶兰，从现在起你就是1阶丹师，阅历翻倍。多谢前辈。风大师，这是甲子77号丹房的玉牌，您收好。甲子号，他一个刚晋升的1阶丹师给甲子号，那地方地心之火最稳，灵力浓度是丙字号的3倍都不止，历来只有2阶丹师才有资格使用。77号虽然排在末尾，那也是甲子号啊。唉，
我师傅练了12年丹，到现在还在椅子后窝着呢。萧大师，你这不公平！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一个废物亘古的家伙，凭什么住甲子号？我练丹强的9年，凭什么？就凭这3颗极品聚气丹，你有本事练出1颗极品丹来，甲子号剩余的丹房随你挑，练不出来就给我闭嘴！我。叶师姐，风师弟，恭喜！多谢师姐，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3颗极品聚气丹，你管这叫运气？整个宗门多少丹师一辈子都练不出1颗极品丹来。不知师姐来丹房这边是找师傅有事？来找你的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跟我来。50日后宗门大比，前3名可进秘境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前3名可以进入宗门秘境参悟，并且允许携带1人同行。你的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清楚，若我能拿到前3，我带你进秘境。你为什么帮我？秘境机缘何等珍贵，带我进去。就是想帮你，不行吗？那我就等师姐的好消息。不过50天时间，师姐有把握？你觉得呢？这次比试什么规矩？跟往年差不多，随机抽签决定对手，擂台淘汰制，战到最后的人赢。功法、灵气、符篆、阵法、灵宠，什么都能用，只要把人打下擂台就行。每场限时1炷香，超时双方都算数。师姐信我吗？接下来你看到的、听到的，烂在肚子里，谁都不能说。你搞什么名堂？臭老头，你是不是想把本姑娘闷死在里面？快1年了，你把本姑娘塞在戒指里快1年了，那破地方又小又闷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咦，老头儿，你挺行啊。啥？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你哪里拐来的？不会是你媳妇儿吧？你不讲究啊，这年纪差距，搁你们人类那边叫什么来着？闭嘴！对，老牛吃嫩草。姐姐你可长点心，这老东西最会装了，一肚子坏水，面上跟你装可怜装孙子，背地里……我说闭嘴！这化形的灵兽，他的气息比师傅都要不强太多了。元婴境，姐姐你眼光不错，本姑娘等同于你们人类修士的元婴后期，以后谁欺负你，报本姑娘的名号，不好使的话，叫我去揍他。对了，姐姐，你别被这老头的修为骗了，他明明金丹中期，非要把自己压到筑基中期的样子，忒虚伪了。金丹中期，你一直瞒着我。侥幸突破的。侥幸？我这些天担心你在宗门里被人欺负，想着法子帮你铺路，结果你金丹中期，你比我整整高了一个大境界。让云氏做你的灵宠上阵。你认真的？规则允许灵宠助战，又没说灵宠不能太强。那是元婴后期，对手全是筑基期，你让元婴进去打筑基期，你管这叫助战？打架的事我最擅长了，姐姐你放心，我下手有分寸，保证不把人打死，顶多打个半死。你给我安静！你俩还挺默契。师姐，你是想要公平，还是想要前3？云氏能不能收着点儿，别一上来就把人打飞出去。好歹演2招再赢。这个可以商量。
云师，干嘛？把修为收敛到筑基后期。这几个月你跟着叶师姐，她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不准惹事，不准暴露修为，明白吗？切，行吧，勉勉强强。不过你可想好了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说戒就戒，都不问我一声。少废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位姐姐长得真好看，比那老头子好闻多了，一身老人味，熏都熏死了。你我什么我？以后我就跟着你这个漂亮媳妇儿了，总比跟你那个糟老头子强。媳妇儿？谁的媳妇儿？我什么时候成风景兰的媳妇儿了？姐姐你不知道，这老家伙平时看着挺正经，其实……够了！再多说一个字，禁你3年口粮。那个，师姐别听这个鸟人瞎说，他嘴碎得很，脑子还没进化完全。怎么，觉得本姑娘配不上你？不是，师姐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总之，云氏先借师姐一阵，有她护着，这次大比前3稳了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师姐引我入仙门，再造之恩大过天，封某不敢忘。风金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所以你别想跑，否则就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还有，大比后我带你进秘境，说好了。闭嘴！多谢。既然你招惹了我，这辈子就别想把我甩。考核过了吗？过了，都是师父教导的好，弟子侥幸通过。你老小子倒是很谦虚，我可是听说你第3炉炼出了极品聚气丹，这玩意儿我可教不来。机缘巧合，运气好而已。对了，叶红宇找你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把你单独叫走了。叶师姐说了，宗门大比，若获前3，便带弟子进秘境。人美心善，配你这老脸真滑稽。你如今已经是1阶丹师了，有些东西也该提上日程。从明日起，我教你炼制筑基丹和固元丹。筑基丹，那可是筑基期修士突破瓶颈的关键丹药，价值极高。固元稳固修为、夯实根基的上品辅药，同样价值不菲。也就是说，师傅要直接教我跨阶炼丹。这2种丹药炼制难度比聚气丹高出不止1个档次，火候、投药顺序、灵力节奏，半分差错都出不得。你天赋不错，悟性也够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浮躁。给你3天时间，把丹方背熟吃透，不懂随时来问。弟子遵命。还有，宗门每月有炼丹任务，你作为1阶丹师，每月要出15炉1阶丹，成丹率不低于40%。丹殿提供材料，你炼丹9成归宗门，1成归你。弟子记下了，只要把控4成成功率，那些废丹岂不是都进自己腰带？架不住量多，全是零食。进来吧。风师弟在炼丹呢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知会师弟一声。下个月的任务量店里重新核定过了，你这边加了3炉。加3炉，原本15炉，现在18炉，同样的时间，凭空多出2成。行，干脆的有点奇怪。师弟倒是好说话，不过师弟放心，多出来的这3炉，药材那边我会打个招呼，不叫你白费功夫。有劳李师兄了。风师弟啊，
你这不行啊，成单率有点低，虽然品质还凑合，但你看看这个数，也就在行业里算个中下的。行业，一个宗门炼丹房的小管事，张口闭口行业倒是挺有排面。我记得考核的时候，你炼制了3颗极品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怎么1颗极品都没有？你不会是故意私吞了吧？私吞，这个帽子扣得快。李师兄，按照宗门规矩，我达标了。你说我私吞丹药，可有证据？没证据的话，这种话不要乱说。什么规矩？我就是规矩。我说你不达标就不达标。本月的月例最多罚8成。若是不服，你可以向上反映。老头，别以为你是裘大师的徒弟，还攀上了叶宏宇那条线，就想为所欲为。搞清楚了，这炼丹房始终是我们几人说了算。李师兄慢着，据我所知，你的职责是负责材料的发放和丹药收集，至于丹药的品质鉴定和评级，归逍遥子萧大师的弟子负责。你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刚才跟你开玩笑的。这丹药我会如实收录，月例当然全额发放。只是，老东西，你听好了，炼丹房的水深得很，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不要淹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水深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深水浅水，他还真没怕过。李想最后那句话，威胁的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。新人好拿捏，但我可不是泥捏的。师傅，前天和今天，李想都来找过弟子。他为难你了？把弟子每月的任务加到了18路，还要扣月例银子。弟子搬出规矩，他没讨到便宜。走的时候撂了狠话。这个人是丹殿副主事李旦的侄子。李旦跟我不对付，你拜在我门下，他找你麻烦不奇怪。弟子，行了，少啰嗦。炼丹能保你衣食无忧，但保不了你的命。想不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就把修为提上去。你不够强，我替你挡得了1次2次，挡不了一辈子。我太想成功了，越到最后关头越紧，灵力控制就出了波动，急不得。2颗下品，不过只是暂时的。傅师兄，丹房李主管有事找你。李代副主事，正是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听说你刚炼成了凝魂丹，不到1刻钟，消息就传过来了。这是在盯着我，还是盯着师傅？回主事，弟子刚刚侥幸成了2颗，可惜都是下品。入门不到5年能出2颗下品，天赋不错。既然你能练了，从明日起，每月任务15炉，成丹率不得低于2成。做不好吗？弟子领命。下去吧，明日开始，材料自会送到。求千镇给丹方李丹加任务，把我当棋子2头受理。我从来不怕当棋子，但想让我认命，绝不可能。2成成丹率极难，那我就拿时间磨，拿精力推。师姐，后天宗门大比，我看你一直闭门不出，特来告诉你声。我记着呢，不知师姐准备的如何？有你的云氏孝助，应该万无一失。我的目标是第1名，你放心，进入宗门秘境的名额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你争来。这场比试，他主要为了我才去拼命，这份情谊，我说不心动是假的。听说这次前3名奖励特别大，谁知道呢？哪年都说奖励大。
大家肃静，现在宣述比赛规则。此次宗门大比规则不变，先抽签对决，采用擂台战，胜者晋级。30岁以下筑基期弟子均可参加，不限功法，不限兵器，灵宠、丹药、灵符、阵法，只要你有本事，都能拿出来用。不限灵符，那凌霞峰的人岂不是又要作弊了？嘘，你小点声。但有一条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若有违反，终归处置，绝不姑息。最后，公布此次大比的奖励，前3名除丹药功法外，可携带1人进入宗门秘境。秘境？哪个秘境？还能是哪个？肯定是那个先天化灵池！我老先天化灵池，我体内的至尊体破损严重，若能泡上一次，修复速度少说快10倍。不过急不得，得先打进前3再说。我怎么第1轮就要上？听说了吗？5号擂台头一场，青鸾峰那个叶红鱼，他筑基才2年吧？分到钱穆那组选。钱穆那对通天锤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上回宗门演武，一锤把对手的护体连光都给砸碎了。5号擂台第1场，青鸾峰叶红羽对阵武当峰钱穆。比赛开始。叶师妹，你突破筑基不过2年，奉劝你一句，主动认输，我可不想辣手摧花。钱师兄威武！钱师兄，废话少说，手底下见真招。那就别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啊，好重的锤！这力道，一般筑基中期硬扛，怕是护体灵灵都得碎。这丫头剑法不错啊，以柔克刚，聪明，跟钱穆比蛮力，那不是找死？不是不错，是相当老练。这距离把控，哪像是筑基2年的新人？别跑！有本事跟我正面来！看剑！好快啊！叶师姐这剑真不讲道理啊！叶红羽，你这招够阴的！擂台上分胜负，不分前后。你若嫌背后不稳，可以转过去打。牙尖嘴利，借我2锤！钱穆这锤子怎么到了叶师姐手里？跟砸棉花团似的。别乱说，棉花团没这么会扎人。钱穆出招慢，越级破绽越多，但叶红羽看着战巧，实则每一剑都在极限拉扯，极耗心神。只要钱穆稳住，胜负难料。够了！今日若败给你，往后还怎么在内门抬头？抬不起来就低着，省得撞门框。叶红羽，这一击已经摸到筑基后期门槛了，钱穆这是要拼命啊！左右退路都被封死，比他硬接，比他输，够狠，也够蠢。叶师姐动真格了，给我败！破！你好剑法，我败了。承让。叶师姐，赢得侥幸。若是钱穆稳扎稳打，他不动用吞天阙的力量，胜负真未可知。第8轮，青鸾峰叶红羽对战凌霞峰大弟子黎洛。叶师妹，你能胜过钱穆，靠的是心思快、剑法活，还有烈焰剑品阶不低。可这些，在我这里都不占便宜。
你我差了一个小境界，现在认输不丢人。黎师姐好意，红鱼心领了。不过大比前3，我想争一争，有骨气。一个筑基后期巅峰只用中品灵气，他根本不需要靠灵气压人，灵力厚度和出剑速度就能碾压对方。比赛开始！他的心将无比，在众王几人救我，用不上这我，如魂。剑法不错，可你灵力跟不上，剑到后半截已经虚了。若拼招式，我不怕，可他每一次出剑，都在逼我多耗1分灵力，境界差距没法靠嘴补上。快看，叶红雨要到边上了，能撑到现在不容易，换我上去第一剑就该躺了。叶师妹，放弃吧，你赢不了我。黎洛留手了，可红玉这丫头若想往上走，就得拿出能让对方拔剑尽力的东西。黎师姐，请不要留手，若我连你真正的本事都逼不出来，前3、2就是笑话。叶师妹，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，接我8成力。来得好！这还打，命不要了。叶师妹，到这里就够了。还没够，你这人怎么比擂台石还硬？石头劈碎了还能换，你这条命换不了。10成力，叶红雨，我不会再收招，能不能活下来，看你自己的造化。叶仙子，认输吧，别死撑了。你若现在认输，还来得及。这拿鸟挡剑，我师尊赐下的中品灵气被一只鸟一嘴戳断了。这是什么灵兽？他平时只吃饭，不太干活。你管这叫不太干活？还打吗？当然要打，打不就是筑基后期的灵兽吗？一把残剑，我照样能赢你。堂堂元婴后期巅峰吞天雀，竟然要压着境界装成筑基后期。要不是风金皇提前交代过，我早就一口把这破剑连人一起吞了。云氏，打败他，不要伤他性命。主人婆，你好吧？这破鸟吃我的用我的，还乱叫称呼。风金兰把它借给我，绝对是来讨债的。嘿，咔嚓，就这。硌牙，你们宗门不给弟子发点像样的兵器吗？云氏，够了！没伤他，主人婆放心，我下嘴有分寸，别乱骂。本大小姐是有家教的。这死鸟要是啄我的经脉，我早废了。剑也断了，再打下去只会更难看。黎师姐，还打吗？我不是这灵兽的对手，叶师妹，这场我认输。叶红雨胜！主人婆赢了，有奖励吗？没有。那我回去找主人，说你克扣灵功。此鸟是你的灵宠。回师说，是弟子无意中得到的。无意中得到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上古凶兽吞天雀的幼崽。你倒是好机缘。怎么可能？
刚才那一瞬，那只小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，竟然比我元婴后期还要强大。方才那小鸟现身的一刹，我体内灵力竟本能的避让。吞天雀，这绝迹100万年的凶物，竟落到了红羽手里。这上古凶兽早已绝绝100万年，师侄，你从何处得来？回师伯，1年前，弟子外出历练，误入荒漠一处地下洞府，见到一枚被符链封住的黑卵，破境时险些丧命，后侥幸以残阵秘法与他结气。何处荒漠？洞府开在？荒漠无名，弟子当时被妖兽追杀，慌不择路，破境后洞府坍塌，只拜出了他。严师妹，你这弟子倒是福缘深厚。红鱼能活着回来已算重大，至于福缘，福祸相依，谈早了。既是造化，便好生把握。吞天雀凶名在外，若管束不住被反噬，也不是没有先例，莫要辜负了。谨记师伯教诲。别闹！刚吞了令箭的凶兽，这会儿跟抢糖吃的小鸡仔没区别，谁敢信？梅超风问得太细了，他看着云氏的眼神，透个想据为己有的贪意。秘境名额一旦定下，红鱼离开宗门，这老太婆怕是会下黑手，得提前做点准备。吃这个，别逞人。你现在要是倒了，后面2场就只能让那只鸟替你上台报幕了。多谢。这是疗伤丹，不是给你当零嘴的。别说话，运功化药。你今日赢得漂亮，但后面才是硬仗。去查一查叶红玉1年前出宗的记录，尤其是西南荒漠那段。第3场比试结束，叶红羽胜，进入前3。下一场抽签定序。叶师姐，接下来不管抽到谁，先保命，再谈赢。说能赢呢？那就赢给他们看。第1场，叶红羽对战徐松。等一下，我弃权，我认输。徐师兄认输了，筑基大圆满了，这就不打了？命都没了，争什么名次？那小鸟一啄，谁扛得住？叶师妹，若只论修为，我倒想与你打一场。可你这灵兽，我挡不住。万一他醒来给我脑袋来一下，我师父还得给我收尸，麻烦。多谢徐师兄成全。第1局，叶红羽胜。叶师妹，你这灵兽很强，但排名赛毕竟是弟子间的较量，靠灵兽赢上来，旁人心里未必服。你一路走到3强不容易，现在认输，第2名不丢人。若真动手，我不会留余地。灵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不过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出手。疯了！不用灵兽跟王彪硬碰。你确定不用他？王师兄，请赐教。有胆量。决赛，叶红羽对战王彪，开始。叶师妹，不动用那只小鸟，你接不下我10招。现在让他出手还来得及。好，我接王师兄10招，接下了算我赢，接不下我认输。痛快！第1招你已经接了，还剩9招，看走！中品灵甲，他居然挡住了第2刀，有意思。第3招你可别眨眼。猎山刀，王彪连压箱底的绝招都用出来了。
以血饮剑意，这丫头不要命了！啊！第9刀，放屁！第10刀了！你们两个别吵。我从第3刀就没跟上。停！这是第13招了。叶红宇，你使诈！可恶！从刚才开始，他就在牵着我的节奏走，每一次闪避都是在逼我继续出刀。我堂堂8刀，竟栽在了数招这种小事上。使诈？是你亲口说的。我接你10招，你认输。台下这么多人听着，王师兄不会打算赖账吧？那只祖宗真要逼急了，一嘴下来我命都没了。认输丢人，赖招更丢人。王师兄刚才说话的时候，可比他刀还响。你小点声，你想试试第14刀啊？好，算你赢了。本场决赛，叶红宇胜。本次大比至此结束，前3名：叶红宇、王彪、徐松。2日后，宗门秘境开启，你3人可各带1人同行，名额不得转让，不得买卖。若有人私下滋事，执法堂自会请他喝茶。今日站到最后的人，值得你们记住。师姐，你还撑什么？快走快走，再站一会儿，我都怕你当场表演一个原地入土。第1总比第2好听。伤不肚轻，但根基未乱，这丫头确实够拼。听说进去的人只要活着出来，最低都是元婴。废话，不拼命哪来的机缘？我要有名额，死也要进去。徐师兄带的那位是厨修？厨修怎么了？会吃的人命都长。此次秘境之行，我带的是我弟弟王浩。徐师弟，你带的这位是？我师弟连三胖。哼，叶师妹，你的人呢？让让，老人家腿脚慢。我带裘大师亲传弟子1阶丹师风金兰。3年前那个废了的至尊体，100多岁了还能出来抢名额？他这身板，妖兽打个喷嚏都能把他送回祖坟吧？叶师妹，这么珍贵的机会，你要带他进去？他进去，未必能活过第1日。王师兄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别的不行，耐摔。风师兄，秘境里摔一下和山路摔一下不是一回事儿。兄长，若他拖后腿，岂不是害了我们？叶师姐既然选他，应当有自己的打算。名额归属，宗门早有规矩，旁人不好替他做主。不能带他进去！叶师妹，不要胡闹！这么珍贵的名额给一个废物，传出去让各方怎么看？李主事，这是要替我选人，名额是我赢来的，我给谁是我的事。他一个废掉的至尊体，寿元将近，经脉残破，让他进去除了送死还能做什么？你是不嫌危险，危险嫌你塞牙。叶师妹，情义归情义，宗门大事不能拿来任性。冯金兰，你若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自己退出，别让玄素门丢脸。李主事，我记得丹殿有规矩，丹师名录一经录入，除非犯门规，不得无故剥夺宗门待遇。我是1阶丹师，裘大师亲传弟子。叶师姐选我入秘境，不违宗令。李主事若要拦我，拿执法堂手令来。你拿丹师令压我？不敢，只是年纪大，胆子小，出门办事喜欢讲规矩。李举事若不讲，那我就去请裘大师来讲。李师兄，你若只是来劝，我听完了；若要拦，拿宗主令。时辰已到，持名额玉牌者上前验牌。
无关人等退后3丈。李主事放心，我若真死在秘境里，单练能少发一份月风。进去后跟紧我。放心，我惜命。跟紧我，我们先去先天灵池，里面的先天灵液可以洗涤根骨，修复你受损的至尊体。入池！哥，这玩意儿怎么跟下油锅差不多？闭嘴，忍着！白姐的机缘你还跳过？娘呀，这灵池脾气还挺冲。我们去那边。先天灵池洗髓固肌，根基亏损越多，反噬越狠。若撑不住，别逞强。废物，废物也比熟了强。哥，你再泡会儿，回去能直接下酒。他不会睡着了吧？你睡一个试试。不出3息，你能把祖宗喊出来？这老家伙身边的池水居然毫无波澜，所有靠近他的灵力在3尺外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这哪里是吸收，分明是吃的不剩碗底。我还是挪远点儿，免得被他顺手给吸干了。谁吸这么凶？这架势不像练功，倒像泡澡泡困了。你少说2句，别等会儿他醒了记你账。记账也得先醒啊！这哪是泡池子，这是在喝汤啊！能吸收的如此霸道，体内必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。可他至尊体不是废了吗？怎会闹出这么大动静？我亏了，池子吸了我2天，我还没吸回本。你那是饿的。放屁！我这是灵肉重塑。恭喜。同喜。你们同喜，我同饿。你看，我早说了，这么宝贵的名额，就让这老东西浪费了。至尊体都废了，还想靠先天灵池翻身？做梦也得挑个晚上吧。叶红宇到底怎么想的？老哥哥，您要是醒了，记得给我们留口汤。走！哎呦，这一次红鱼太冒进了，若是风晶行毫无突破，非议绝难平息。终于来了！什么动静？不会把灵池泡塌了吧？娘嘞！老家伙真把汤锅掀了！这气象，老夫只在古籍残图里见过。先天至尊体复苏，至尊骨被挖，根基尽毁，他竟硬生生拖着残躯熬到了重续根基的这一天。数万年的灵力正在填补我脊骨的空洞，新生的至尊骨虽然残缺，但也达到了半步圆满，足够了。至少现在足够我重新站起来。好家伙，我这张脸总算没给年轻时候丢人。师弟，恭喜重铸至尊骨！叶师姐，同喜，你这一趟也没白来。师姐，你这眼神不太对，该不会想研究我这块新骨头吧？放心，我没柳如烟那种癖好。柳如烟，那个亲手挖走我至尊骨的未婚妻，这笔账我刻骨铭心。不过说真的，师弟恢复年轻后倒是挺能唬人。什么叫唬人？我年轻时那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俊后生。10里8乡，格局小了。那人真是风晶兰，怎么进去7天
出来比我还嫩。你们看他腰直了，真直了。诸位别紧张，原来的风金兰又不吃人，以前是不是不好说？谁说的？出来，我请你吃饭。根基重续，气血回春，先天灵池没有白开。多谢宗主成全。不用谢我，你能熬到这一步是你自己的努力。风金兰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之前说我进灵池是浪费宗门资源，现在这池子被我吸空了，你打算怎么评价？这小子骨相重塑，简直比内门天骄还要扎眼。师门这些年外强中干，冒出个风兰未必是坏事。掌门师妹，你那徒弟眼光倒是英错，旁人插手反倒混一颗坏事。你倒是会说，若当年就该叫把他拐去云霞峰，给我烧炉子都行。你云霞峰的炉子3天炸2回，那是炉子不懂事。至尊谷还未彻底成事，却已压不住锋芒。小家伙，你若能活过这一劫，玄素门倒真要热闹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风晶这么招人讨厌？你管这叫招人恨？我看你是酸了。我酸什么？我就是替天道不公喊2句。还要多谢师姐，若不是你当年把我带回师门，我10年前大概就埋在荒山里了。别把功劳扣我头上，我只是顺手救了个人，谁能想到捡回来一位老祖军人？你可得当心，今日过后追你的女修，怕是能从内门排到山门。我都快120岁了，哪家女修想不开？我怎么样？这怎么嫌我修为低？不是，嫌我脾气不好？也不是，那就是嫌我穷。师姐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行，不逗你了，再斗下去，某位新晋天骄怕是要御剑逃命。我看你灵力圆融，距离结丹不远了，凝金丹可备好了。市价5000下品灵石，我买不起，师傅那边大概会替我想办法。拿着，凝金丹。极品凝丹药。收好，此事绝对不要让第3个人听见，传出去，你我都麻烦。我记下了，有事来红鸾峰找我。你现在名头大了，麻烦也会跟着来，别硬扛。师姐放心，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至尊谷正在复苏，旧伤正在愈合，可这些年受尽的白眼我没忘。李诞、李想，叔侄俩的这笔烂账拖得够久，以前我没力气到，现在不一样了。